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徐凯谭松韵新剧火花四溅，角色灵魂共舞引发观众热议。一部剧能否打动人心，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往往是关键。最近徐凯和谭松韵的新作刚上线，就已经让不少观众客生客死。有人说，这对组合像极了夏日里的一场清风，看似不经意，却让人心头一阵舒爽。其实，细品下来，他们在荧幕上的默契与互动，还真不是随便谁都能复制的。先聊聊徐凯，他向来以外冷内热的形象著称。不少粉丝调侃他是冰山守护者，但每次镜头拉近，那双深邃的眼睛里总藏着点什么柔软。他饰演的角色总有种表面淡定，内心澎湃的小情绪，这种反差萌让无数网友直呼，明明嘴上说着不在乎，其实早就把女主宠上天。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少男生自诩高冷，但遇到喜欢的人时，还不是一样会偷偷关心。看来徐凯这类角色不只是编剧笔下的设定，更像我们身边那些嘴硬心软的人。再看看谭松韵，她简直就是灵动坚韧本人的代言人。她演戏的时候总能用一个眼神，一抹微笑，把人物活成大家身边那个努力追光的小伙伴。有网友评论，她一出场仿佛整个画面都亮了。这种感染力不靠大喊大叫，而是靠细腻和真实慢慢渗透进观众内心。你是不是也认识那种乐观又倔强，遇事绝不服输的人？没错，就是谭松韵是女主。两个人碰撞在一起会发生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火花四溅。戏里他们双向奔赴，一个默默守护，一个勇敢追梦。戏外，两位演员用眼神交流，肢体语言配合，把台词之外的故事全都讲给了懂行的人听。有时候，一句未出口的话语，在他们之间只需一个小动作就传递得清清楚楚。这比剧本还要精彩，比镜头更鲜活。值得玩味的是，这样自然流畅、不造作的搭档关系，其实很难得。在当下快节奏、高流量为王的大环境下，有多少影视作品为了话题强行组 CP， 可惜最终效果却常常扑街。而徐凯和谭松韵这一对，没有刻意卖弄糖分，却凭借真诚与实力收获满屏好评。一位资深影迷感慨道，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浮夸表演，而是一份走心。回顾两位主演过往经历，也可以发现他们一路走来的成长痕迹。徐凯从《延禧攻略》里的富察傅恒，到如今成熟稳重的新角色，每一步都有进步。而谭松韵则凭借《最好的我们》《锦衣之下》等作品积累口碑，如今依旧保持初心。这种持续提升自我的态度，也是很多年轻人该学习的一课。别怕路远，只要一直努力，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当然，说到底，一部好剧离不开所有幕后人员共同付出。但演员之间这种不用多说一句话就懂彼此的感觉，是无法伪装出来的。如果你曾被某个朋友一句无声问候暖到过，就一定懂那份温柔与信任有多珍贵。所以，当荧幕上的星辰遇见月光，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才会跟着一起悸动吧。想想看，现在还有多少影视作品能够做到这样让人共鸣？难道只有刷短视频才能获得快乐吗？如果你也期待更多这样的双向奔赴，何不给这对组合点个赞，用评论告诉大家你最喜欢哪一个瞬间呢？2. 从傅恒到陆思成，徐凯角色塑造的演技蜕变之路。在娱乐圈新生代男演员中，徐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。从《延禧攻略》中的富察傅恒，到《招摇》里的魔王厉晨兰，再到你微笑时很美里的电竞大神陆思成，
他一次又一次地打破观众的角色预期，实现从古装偶像到现代剧主角的全面进阶。今天，我们不妨沿着他角色演绎的足迹，一同解构徐凯的表演脉络，感受他演技层次的点滴蜕变。古装白月光模板，富察、傅恒的克制美学。2018年，古装剧《延禧攻略》横空出世，捧红了不少新人，其中就包括徐凯饰演的富察、傅恒。这个角色不仅是魏璎珞的意难平，也是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。徐凯通过精准的肢体控制和情绪管理，塑造出傅恒温润如玉、心事深藏的贵族侍卫形象。他不像热血男主那般直白表达爱意，而是用克制二字贯穿始终。尤其是2场戏堪称表演高光，雨中送伞，细腻的情绪铺垫。傅恒冒雨为魏璎珞送伞那一幕，徐凯并未夸张的表现，而是低垂的眼睑，不自然的嘴角抖动，眼神中复杂的情绪交织，一种想靠近却又必须保持距离的矛盾感油然而生。他微微侧身避雨，保持分寸的同时，眼神却不由自主地飘向对方，情绪之深令人动容。大婚诀别，爆发前的沉默。在得知魏璎珞将嫁入宫廷的那一幕，傅恒站在门外，久久未语。徐凯用抿紧的嘴角和绷直的肩背，表现出极力压抑的情绪。尤其是在转身离开时，他手指无意识地颤抖，整个人像被抽干了灵魂。这种用沉默演绎崩溃的方式，展现了极高的表演控制力。从这2场戏可见，徐凯并非一味地追求煽情，而是懂得用留白让观众自行填补情感。这种高级的克制美学，正是古装白月光的精髓所在。魔王道忠犬的层次感，厉陈岚的蜕变弧光。2019年，徐凯在仙侠剧《招摇》中挑战性格反差极大的男主角厉陈岚，一个从魔王身份走向深情忠犬的复杂人物。这是一次演技跨度的重大考验，也为他的演员标签带来了可甜可虐的新注解。前期冷冽魔王，肢体与眼神的压迫感。在剧集前半段，厉陈岚以魔王身份登场，徐凯刻意收紧动作幅度。他的站姿笔直，肩背僵硬，眼神空洞而冷冽，语速缓慢而低沉，极具压迫感。这种冷不是表面的高冷，而是内心长期压抑与仇恨的体现。后期忠犬男友，从动作松弛到眼神柔软。当他与陆招摇产生感情后，徐凯逐渐放松了肢体语言。他开始习惯微微前倾，眼神追随，手部不自觉的动作频率增加，整个人呈现出情感觉醒的变化。尤其在战场护妻一幕，徐凯用一连串细节展现角色情绪爆发。他手握武器时明显颤抖，嘴角抽动，脸部肌肉紧绷，最终嘶吼时青筋暴起，配合剧烈的喘息，情绪张力达到了高潮。这场戏不仅是角色的爆发点，更是徐凯作为演员对痛的一次完整诠释。打破古装滤镜，陆思成的反差萌实验。2021年你微笑时很美播出，徐凯首次在都市题材剧中饰演男主角电竞大神陆思成，这是他从古装滤镜中跳脱出的重要转折。相比傅恒与厉陈岚的端正仪态，陆思成显得更为真实生活化。他会在直播中揉眼睛，面对女主时偷偷瞥一眼又迅速移开，偶尔用手支着下巴思考，情绪流露自然而不刻意。电竞大神的人间烟火气，陆思成这个角色并不完美，相反，他有着高冷、毒舌、固执等性格缺点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才让观众感受到一个真实的现代青年。徐凯不再拘泥于古装剧那种程式化的表演，而是开始注重动作行为逻辑。比如他在直播中掉马事件后，笑得略带窘迫却强装镇定；又如庆功宴那场掉马吻，他的眼神从躲闪到坚定，短短几秒完成了角色内心波动的演绎。通过这一角色，徐凯向大众展示了
他不仅是个古装剧美男模板，更有驾驭现代题材的能力。多面体演员的自我修养，从古装到现代剧，从温润侍卫到忠犬魔王，再到电竞大神，徐凯的角色跨度不仅体现在造型上，更重要的是演技层次的进化。我们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归纳他的成长路径：收延禧攻略中以克制的微表情取胜，放招摇中大胆释放情绪，张弛有度；松你微笑时很美中回归生活状态，自然流露。这3种表演维度恰好构建起了徐凯作为多面体演员的基础。而在即将上线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，徐凯将饰演一位职场精英。不同于以往温情路线，该剧聚焦都市职场的复杂关系，对角色的成熟度与情绪层次要求更高，也让人期待他在精英男这条路线上的新突破。结语：徐凯的演员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从人设到人味，徐凯一路走来，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。他不拘泥于一个类型的成功，而是在不断挑战中成长，尝试用更多层次的角色构建属于自己的徐凯宇宙。当年那个站在雨中满眼温柔的傅恒，如今已经蜕变为可以自由游走于各种角色之间的演员徐凯。未来他还能带来怎样的惊喜？我们拭目以待。